古代的贞节牌坊由朝廷赐封宗族立时，有牌坊的人家可提振家族声望，官途顺遂，故而围绕着牌坊就产生了很多勾当，甚至不惜搭上人命。太夫人，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。向来都是红事避让白事，让他们让开，我们先走。晚辈这厢有礼，太夫人别来无恙吧。说来也巧，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识，不如前去相见一下。是该看看。全化营的血沾地就脏，怎么偏傅家的血晶莹剔透？你细看呐，是绢丝作花，撒盐成血，怕脏了太太小姐们的鞋袜。你以为他家要拜花神，人家要拜于夫人，永宁府于家，可不是嘛？这次相看有关庭云的婚事，不能出差错。您看，这笔法细腻，栩栩如生。咱们做了这些年生意，既是熟客，也就不收您银两了，就想跟您求一门亲事。亲事？你不是有个弟弟左俊杰，随你在傅家生活吗？他这寄人篱下的，我呀有个闺女，和你弟弟正般配。不必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早早替他定好亲事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是哪家闺秀啊？九妹妹才貌双全，身份高贵，与我弟弟正般配。哎呀，大奶奶呀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府上的老太太呀，早就选好人了。那于大人在京当官，膝下只有一个独子，有状元之才。你们傅家早就把东厢房收拾出来，准备招东床呢。滚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
夫人，傅太夫人，您府上有位好先生范坤，我携子来向他求学，要在府上小住几日，真是多有叨扰。哪里的话哟！于夫人，你来的正好，今天是花神节，县里办了场祭，你也一起热闹热闹，让我们华营的闺秀们也沾沾你的福气。傅太夫人说笑了，能参加这样的盛事是我的福气。这是我儿静修，给太夫人请安。于夫人，我们老五家的膝下有一位小姐，养得很好，今日当了主祭官，回头要给花神娘娘簪花了。于夫人不妨说几句好话，赐她个前程。这怎么好？大奶奶这是怎么了？我抄的经书不见了，我要找我抄的经书。这是我的长房长媳，还在守节，是个命苦的，平常不大出来。不过使了些钱，竟在花神娘娘面前分出主次了。无论是品貌还是出身，庭云都是最拔尖的。这主祭官不姓傅，难道姓冯？反正不姓范。你不过是个教书匠的女儿，仗着你爹教她念了几天诗，成天赖着人家厮混，怎么连个从祭官都没混上呢？哦，范先生家教严格，不许雅客出门。他本不想来参加今日的祭礼，是我让他来陪我的。排场真大，小姐，东西到了。很漂亮，是本书吧？这是。你自己私下偷看经书也就算了，竟敢把这脏东西带到这里来！你家还有牌坊的，到底哪里来的脏东西？小姐，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见过于夫人，于夫人是贵客，各位贵人也都是耀眼明媚的。我这个见不得人的，也是借了各位的光，才能出来晒晒太阳。各位贵人先忙，我还要去找我抄的经书呢。大奶奶，九小姐，大奶奶说丢了东西，现在要各处搜检呢。搜检？若翻出这种脏东西，能有好？你可别连累我们。姐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那寡居的堂嫂多次求娶，要拉你去配左家的窝囊种子，我自是回绝。女子嫁人一脚天一脚地，你要走稳。这事儿要闹出去了，别说嫁人了，命都得搭理。九妹妹，嫂嫂丢了个物件，想进来找找。夫人，刚才那个寡妇是去九小姐那儿，也不知她能否脱身。大奶奶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东西，放下！别动我们的东西！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小心着点儿，弄坏了！别动！大堂嫂，可有找到你的经书？我就不信你们都没看到。包庇他有什么好处？你们不过是在花神节给他陪衬而已。大堂嫂的意思是想要再搜搜姑娘们的身啊？这是什么呀？
奶奶，这就是你们傅家的待客之道。就是啊，大奶奶，大奶奶的经书是不是落在院子了？你就不要在这里打扰了，跟我走吧啊！岁次丙午，花朝良吉，县官入列。哎，往年都只有一个主祭官，一人簪花，今年怎么变成了10几个，也不分个主次？就是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事闹的，本来于夫人只说一个喜字，眼下要多说几句了。傅哲小姐，你倒是很有脑子。我虽是主祭官，但簪花侍神本是福泽，于夫人又是西北官眷中数1数2的，能得她一句好，日后在议亲上更是天才。如此好运，平云不敢独享。比起我一人蒙冤受难，不如眼下一起办完祭礼，共享风光。于夫人真的会夸我们吗？温文尔雅，明眸善睐，得了我们小姐的好处，就要替她守口如瓶。巧笑嫣然，一镜体现，林下风致，气质如华，花开锦绣。礼成。于夫人，刚刚看的这13朵娇花，最喜欢哪一位呀？非要在这些姑娘当中选一位的话，府上的先生范坤、范大儒，有位闺秀可在场。是谁呀？哦，是她。范姑娘，请到前面来。我觉得范姑娘最好。夫人谬赞了。范大儒学观古今，其女承父慧智，颇有才情，堪当名媛。和一枝气阔，绕腕双跳脱，我已玉镯赠佳人。祝范姑娘得天赐良缘，恩爱美满。太夫人，我刚才听下人来报，说将我儿的床铺搭在了东边，可我体恤他读书勉浅，晒不得日头，睡不惯东床，还是挪到西边去吧。大老爷家里头撒盐做雪，
这些盐都是找咱们各家给凑上的。现在攀高枝不成了，反手就要压盐价呀。上头派了钦差下来要查盐价，拜托各位配合一下，当真不能再涨了，最多卖到2升1斤。别人不知道，您还不知道啊？贵的不是盐，是盐引。这盐价呀，确实降不下来。实在不行，您办2个私盐贩子交差吧。我可听说了，那九尾礁有一批盐货要运到华宁，足10万斤。九尾礁，何许人也？这家伙可是西北最大的私盐贩子了，手里头有人有钱有运线。您要是把他给办喽，您还担心上头查盐价吗？这等大功一立，您就等着高升了。这个九尾礁好办吗？9条尾巴，您琢磨，滑得很。除了亲信，没几个人见过他的真身。喝了这碗发财酒，以后在华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与赵九爷是发小，赵九爷本事多，脑筋活，咱们大伙跟着他，没亏吃。干了！有银子赚！哎，我看那院怎么那么亮？啊，那是盐，他们在收盐，充血应景的。华营盐价飞涨，百姓都快吃不起了。哪户人家这么糟践？知县老爷家，姓傅，白天办了一场宴，说是花神祭宴，故而绢丝作花，撒盐作雪。你看这是万金细盐，人家图个干净好看。知县，既然他们家能把盐弄得那么干净，看来只有钱是脏的。来，乖。男人能靠科举博取富贵加身，而女子只能靠嫁人。你看这段戏文，这位小姐在桥头苦守，等来了一位赶考的书生，她把金银给了这位考生，以作路资。他们2人约定，君若高中，莫忘妾身。可若是这位书生学业不精，无功而返，又或者他干脆就没有看中这位女子呢？所以啊，你看，这位张生走了以后，又等来了王生、李生、赵生。这位小姐她就想了，我送出去这么多帕子，总有一个能考中的，对吧？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，再加上门前这3座牌坊，祖母一定让你上嫁。这花神节上，夫人看了13朵娇花，相中了哪一朵呀？当然是9小姐。能看得出来，夫人是喜欢那姑娘的。你看她小小年纪，就知道舍小利以保全局。你再看她临危不乱那样，倒是有几分贵气在身，真是一个可以栽培的好苗子。然而这傅家，还是吃了消息闭塞的亏。如今朝中正在查盐查税，他家竟然为了讨我欢心，撒盐作雪。哼，吴老爷虽说坐上了5品，那毕竟是个闲职。
家中男人不顶用，只能靠牌坊谋仕途，不然怎么由得一个寡妇在那儿作怪？下流的东西！以往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不领情也就罢，还瞎了心，竟敢误了九小姐的婚事。我再喜欢也没用了。我们家旭日高升，他们家日暮西山，这笔买卖不胜算。婆母，念在我儿媳妇儿为咱家守了10年的寡，就酌情发落吧。大老爷已经上下打点，再过几年，老爷们的升迁也有了依仗，万不可功亏一篑。哼，庭云是个未出阁的姑娘，若为毁了名声，轻则低嫁，重则殒命。她安的什么心？大嫂不清楚吗？左氏，在，你就是把庭云毁了，我也不会把她配给你那不争气的弟弟。把大奶奶请下去，既是劫妇，就该好好待在房里，抄几遍女德女戒，没事不要出来。色如雪，细若尘，这种成色的货不多见呐。20文1两，要还是不要啊？可有官家凭证？掌柜的说笑了，这要是官家的话，哪能那么便宜？没有眼影，那就是犯私喽。最近官府查得严，小店可不敢吞私。这东西叫地上雪，整个西北就我一家有，要不要大赚一笔？看你自己喽。我要买卖跟谁不是做啊？快走，快走！这地上雪你有多少？我要10万斤。出去吃个饭，我来给你说。什么财你都敢发？赵一哥，这边！这边！阿森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，这么打会出人命的，你手上不能沾血。在你这儿。军爷，这里有人犯私盐。
干什么？你住手！大人，快救我！他们是私盐贩子，要杀我灭口。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啊！那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朝廷的人，来抓私盐贩子。我有线报，在安平巷第3间宅子里藏有私盐，还有藏雪楼、宁德街，足足有10万斤。快派人去缴，免得被贼人抢了先。母亲，母亲，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！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？上头派了一个钦差，是巡盐御史的儿子，替他父亲打前哨。这个赵公子点了3处10万斤的盐仓，我派人一查，竟然是定期奸货地上血，赃物悉数交货。上报朝廷，你儿子立大功了。这位赵公子多大年纪？有功名否？可曾婚配？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官府，我们来华营是为了调查盐案，没成想被那群私盐贩子堵在了盐铺里，险些丧命。得亏了是知县傅大人及时出现，将我们救下了，还将我们带回家疗养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是在官府傅家的西跨房。赵公子，伯父已带人将安平巷那几处地上血全数缴获。这么快，全缴了？果然是暗无流毒啊！赵公子好好休息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咱们的货都没了呀，怎么和兄弟们交代？货虽然被官府没收了，但是只要把这盐的钱从官府里套出来，咱们就算是把他们给卖了，然后咱们再拿官银分给兄弟们，更有面子。还能这样？那不然呢？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跑江湖第一条我怎么教你的呀？只要是能动嘴的，咱们绝对不动手；能动手的就别花钱。能花钱的就不要拼命。记住了，主爷。叫公子。公子，我现在可是巡盐御史的儿子，朝廷钦差，还得是公子你呀！啊，赵公子，你。 哎呀，我膝盖麻了。刚才忘了问了，要不要写封家书向家里报平安呢？城外流民四起，交通不便，就不劳烦府上了。那不怕家里高堂担忧吗？他们不知道我受伤了。那不怕家中妻儿惦念吗？不怕，我尚未婚娶，无妻无儿。
上位姐姐，公子早些歇息。上位举起，哎呀，痛啊！于夫人，给太夫人道喜，给大太太道喜。听说傅大老爷打击盐匪，查获了几万斤雪花盐，立下这样的大功，必得朝廷表彰。于大人在督察院，将来涉及官员考进士，可要帮帮我们。啊，婆母，那位赵公子听说家里有长辈，便要拜访，想要给您请安。好。于夫人，赵公子，见过各位夫人。赵公子的父亲是两浙巡盐御史，是钦差，他替父办案，客居西跨坊。卓哥，好好招待贵客，我们本意是好的，不要因为搭错了床这种小事，让人不快，反倒不好。太夫人放心，晚辈本无意打扰，只是办差所需的银两，还是需要时间筹措的。筹措银两？哎，此次伤我那个暴徒，听命于九尾蛟。那九尾蛟不仅换样打手，还私藏兵器。我呢，想要减少人员伤亡，虽想效仿姜太公钓鱼，以1万两白银做饵，假装交易，诱他现身。只是可惜，在这华营地界儿，我没什么人脉，所带银两也不够，一时之间难以施展。那，不然我们借点钱给赵公子。姜太公钓鱼，可没有钩，更没有饵。这位是永宁府来的于夫人，他家老爷在京中任职。赵公子，我这几年不在京中，府中长辈可还康健？见过夫人。他乡遇故知，人生幸事。哪里？上次我去你府上，还是3年前。我们见过。男宾女宾不同席，你我未曾谋面。那就是小生礼数不周。赵公子新婚，喜宴之上，难免分身乏术。喜宴，你成婚了？后来听说赵公子喜得贵子，府上也算得是4世同堂。
连孩子都有了。哎呀，九哥不是说赵大人没有家室吗？男孩女孩？我本不想提起此事，奈何各位非要问。孩子，孩子，夭折了啊！我父怕我沉湎伤痛，所以才命我四处奔波，以解思念之苦。是。赵太太还年轻，不愁将来没有子嗣。她用药可有讲究，我家有调养的方子，可着人调理一份，托吴老爷派人送去，让她早点用上。夫人和孩子一块儿去了啊！依我看呢，赵公子是后福之人，往后还会成亲的。对呀，赵公子还年轻着呢。是啊，但愿如此吧。这巡盐御史虽官职不高，可是个肥差，在天子面前都能说上话。若能促成姻缘，也是良配。于夫人和于公子还在咱们家住着呢。这于夫人，她没瞧上你，那何必蹉跎时光，等着她回头？可我总觉得，这个赵公子来的也太巧了一些。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你是嫌弃他有过婚育？这不一个都没留下吗？成过亲的人啊，会疼人。是啊。于大人能提拔你父亲，赵公子能帮扶你大伯父，这两门亲事，都像是在拿你的姻缘换前程。于家倒还好，知根知底的。可若这赵灵是假的，该怎么办？他们只认言，不认人。不怕赵灵是假的，搭上我的一生，他们就怕她是真的，却错过了攀附和升迁的机会。傅家的赌资，从来就不是什么真金白银，而是待嫁的小姐。那就求求你七哥，七少爷一心护你，他品行端正，一定不会与骗子为伍的。也是个法子。正好今天我带了2盆水仙，一见到他，可以送1盆给他。叫雨薇拿剪子剪就行了，每次都用金簪拨东西。知道你富贵，可也不能这么糟践好东西啊。随手就弄了。这雅客是水仙别号，范姑娘是想让小姐帮忙牵红线呢。咱们要帮范姑娘送吗？雅客没有硬气的娘家，若真与咱们家结了亲，她的处境恐怕是连大堂嫂都不如。这花先养着吧，待我寻个机会再慢慢跟她解释。好。
七哥，我怀疑赵灵身份作假，你帮我试一试。就说写了封信，求他回京路上转交给同县的曹举人，那是他大舅哥。他若应下了呢，那就证明他身份作假，因为这大舅哥是我编出来的。哎呀，赵公子久等了，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傅公子破费了，来日上报朝廷，必推傅大人首功。啊，多谢赵公子好意。今日来呢，不为公干，实则呀，另有要事相商。傅公子，但说无妨。再过几月呢，我便要进京赶考了。听说您岳家大舅哥在同县任职，不知可否帮我写封书信举荐一下，走走关系。大舅哥。我听说盐商冯老四跟九尾蛟有过节，不如咱们将计就计，拿去，借别人手解决这个骗子。赵灵一伙2人混入华营傅家，以骗取银钱1万两。我原本想着，傅家这1万两丢了也就丢了，但今天这么一出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过往像一片落叶擦身，随心脚步却为你停顿，将浮沉炼成不悔的记忆，刻在年轮。多想留一颗，却不能。转身时旁难舍眼眶成泪痕，老如肝肠积损，却默认封存。失手的余温，偏要我们信以为真，一诺一生此去人闻。还有一瞬与你相认，无声却照亮我这半生，将沉默写成不言的情深，藏于方寸，从此再无人知。